踩完。哦，起头哦。嚯！哎，这人生中啊，有风有雨，有起有落，遇到的挫折也不少啊。这辆车其实是我拍过了的，但是放在我的 hard disk 里面，结果有一天那个 hard disk 从其实跌的也不高了，就这样子，我那个 hard disk 开不到了哦，里面就储存着我拍了很多的 video 还没有剪的，要维修呢也不一定维修得到，可能回来的资料有80%、90%左右，但是就有一个好心的车主 Edwin。Hello。又再来第二次哦，这辆车其实我是已经试驾过的，这是2021年的 Tiguan Allspace 2.0 TSI 的，去年12月出的车，我已经试驾过，上云顶都上过，我们就来今天重拍第二次。所以你这辆车是12月到现在已经大概半年多啦，你的这个里程走了大概多少？差不多13,000多吧。我看你经常都是跑 highway 来回这样。对，跑 highway 比较多，通常都是去怡保啊、槟城啊、去关丹啊这一些。然后通常都是2个人加一辆车。对。为什么会买7人座呢？方便以后啦，以后有孩子了过后的话就比较容易了。我觉得你有了孩子，应该这辆车不够你用，应该一辆巴士。那我们去看看车有什么了 ，Let's go。我的车拍歪了啊，请大家不要介意啊。Tiguan Allspace 2.0 TSI 在马来西亚它出了2个版本，那一个是1.4，一个是2.0的。1.4公升那个呢，大概165千左右就买得到，看了比较阳春一点。200多千买一个 Tiguan Allspace 的话呢，就看的会比较高配版啊，没有那么阳春。我身后面就多了2辆 Volkswagen GTI Mark 6、GTI Mark 7.5 Performance Pack，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GTI。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 Power Tailgate， 按99。这辆车可以坐7个人啊，但是 Edwin 呢就把最后一排的座位刚刚掀起来了，你会看到真实的后备箱空间，这里可以打开，它可以把所有的遮阳板全部收起来哈，尤其是这个铁，后面有附上一个备胎比较小的，这里可以拉一拉之后啊，椅背就会做倾倒。那买 Tiguan 有一个好处，它会附上一个手电筒，看到吧？买车送手电筒啊。你把它插回去的话呢，它就自动变成了一个灯，这个是很聪明的设计哦，很少在其他车看到的啊。可以按这个按键或者用钥匙关闭吧。这后面这2个洞其实也不是排气管啊，假的。Minimum Run 95哈，这辆车有无钥匙启动，还有无钥匙进入。这是它的后备钥匙，轻轻 touch 一下这里 ，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收碟。你的手一靠近之后，它就会解锁啦。这是2021年升级版的 Tiguan Allspace， 所以它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Start Button。我会觉得仪表盘会小一点，可能这辆车的车型大，我不知道。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更换它的 view， 只要你按上这个 view 之后呢，它就会切换显示。比如说现在是 Kosong 了，很多东西可以去玩哈，比如说你可以按这里 driving data， 就是你可以把油温看一下 ，trip consumption、range、speed、oil temperature， 方向盘可以上下、前后的，无线的 Apple CarPlay、Signal。还有 Auto Wiper 7速的湿式双离合 7 Speed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有 Manual Mode 可以用 Pedal Shift， 还有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Auto Hold 都有哈。因为它是 Full Motion， 所以它会有一些 Drive Select 的选择，比如说雪地模式啊、Highway 啊、爬坡啊，或者是泥路啊、陡坡缓降啊，都会有附上在这辆车啦。这个 Mode 一按下去之后啊，你就可以选择你到底要什么 Driving Mode。Eco、Comfort、Normal 还是 Sport， 还有一个 Individual 的。这里有 Volkswagen 比较出名的自杯架，我觉得是比较厉害的设计啦。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可以调整高度的。冷气，本身还以为这里是一个 subwoofer， 原来不是呀，它是一个储物空间。这里都是软质塑胶哈，软质塑胶。这一个饰板很漂亮啊，无边框的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可以开灯。这是开后面灯哈，这个这么大，可以放2个眼镜哈。这里是放 tissue。
给后面的乘客可以用。打开头灯、前雾灯、后雾灯，还是 light 边光灯。10项的电动椅，还有3组的记忆座位 ，Aluminium pedal， 这个在 R Line 才有的啊。打开引擎盖哈，这里就写 R Line。这里的 button 呢，就是可以打开后备箱，比如说一按下去它就打开。如果要关闭的话呢，这里是关不到哈。Volkswagen 有一个好，就是这里的置备架哈都是有 carpet 的哈。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啊。它看起来很肌肉型哈，有没有？比较大气啊，这样子啊。配搭着 Pirelli Scorpion Verde 的255/45R19寸，这里有大的 Single Box 刹车卡钳原装哈。这个轮胎不是 Run Flat Tire 啦。个人认为它的前脸是非常大气、非常漂亮的，因为它是 R Line 的关系，你会看到它的很多套件啊都是亮黑色的哈，尤其是这个 Daylight 还有车头灯啊，配搭的是非常的帅气。下午的时候啊 ，Daylight 是特别的明显哦。油压顶杆哦，代号为 EA888 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哈，220 PS 还有350牛顿米的这个扭力输出，在1500转到4500转左右呢就会产生出来了。配搭着 DSG 的7速双离合湿式的变速箱，要拖动这么大辆1680公斤的车，接近1.7吨是不容易的哈，所以我觉得2.0公升才比较适合这辆车，原装车没有改装。副驾驶这里也是有3组记忆座位啊，还有一个 pocket。的确蛮舒服的啊。后面也是一样255/45R19寸，也是有一个刹车通风碟，还有一个 Single Board 的卡钳。这是它的后雾灯，只有一边；后退灯也是只有在一边。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最后一排的空间，坦白说是看得很小张啦。我试一下进去啊，其实你看它椅子这么小，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坐进来。这一个大人坐会很辛苦啦 ，bro， 不要玩我了。你看我的腿部空间。小孩子坐 OK 啦，大人的话就，中间的椅子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调前调后啊，这样子哈。原来 door handle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摆灯的，所以晚上的话就可以看到一点点哦。其实提过的椅子包附近还可以啊，发泡棉在后座空间来说就有一点偏硬一点点，比起日系车的话，可以放一些饮料还有食物啊。这里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还可以调整它的后面的温度。所以这辆车简单来说，这辆车是一个 Tri-Zone Aircon。因为这辆车比较新哦，所以全部都是用 USB Type C 的接口啊，还有一个 Power Outlet 在后面。Wireless 或者是 Wire 都可以用这个 Apple CarPlay 哈。我们来上路试驾了哈。现在我是在 Eco Mode 啊，所以是它没有OK， 等一下啊 ，Eco Mode， 我们先 try 一下哈。现在正常的这个油温哦，它都是在105度左右的哦。所以你通常驾车都是 Highway 啊110这样啦，是吧？看啊，都是101以下的。OK， 那上云顶的话呢，通常都在120。差不多。拉着去的话，应该是120了。普通这样上我试过都是110多左右。OK。哇，这辆车的底盘呢，非常的扎实。而且它的这个 suspension 避震器也做得非常的好，它滤震到来哈。虽然它没有这个我们家的日本车啊，尤其是像 Toyota Altis 啊，或者是 Camry 这种滤震的，更加干脆哦。但是它至少还有欧系车的那一种硬朗的，一点点的硬朗的感觉。现在我是在 Eco Mode 啊，所以它的这个压箱是不是？它会在我收油的时候。它会好像
变速箱跟传动系统会断开连接这样子，所以你看到 RPM 一样会跌下来。但是我驾过 Volkswagen 的 MK7 啊、MK7.5 啊，他们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看我现在滑行的时候，是不是它是在除非我踩刹车，它就会回来了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面那辆踩刹车踩得那么急啊。你这样的车在highway很烂的都。北扎。真的。我有一个鬼老朋友从Sweden过来啊，他租了一个北扎，他在 highway 哦，他飞到160、170这样诶，而且他跟我讲，这辆车蛮稳定的，我就哈，你一个外国人Sweden人哦，你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北扎稳啊，然后他讲他驾的沙嘎会更稳啊 ，of course， 哇哦，为什么当年会选择这辆车？主要其实也是因为够大辆啦，然后加上它的里面的 space 也很宽敞咯。最主要是欧系车里面 SUV 是最便宜的。那为什么你没有去选择1.4的 Tiguan Allspace 啊？这样子比较便宜。这样当然是因为要它的动力，还有它的那个 4Motion， 那个真的是一流了。On the road 啊，大概需要多少钱？大概207,000左右吧，够大辆，然后加买它的那些 fees 啊。那新车到现在它有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这样子吗？到现在就是 infotainment screen 帮你用 Waze 的时候，它会变颜色了。有时候会哈。之前的时候就比较严重，因为我已经是去 service center 叫它 update 去最新的了。update 了过后其实 OK 的，可是过后用没有多少天，它又有那个颜色。但是那个颜色现在是看它心情，有时候它喜欢闪就会变。如果再是有这个问题的话，他换给你还是什么？就是他会叫我再回去咯，他就 check 到底是这一架机的问题还是什么，修不到的话，他就会再 order 一个。再送不过来这样，然后才可以换。claim under warranty 啊，这样子啊。另外一个现在就是 memory seat 咯，就是 driver seat 那边的 memory seat 按不到那个1、2、3 set 不到，反正都迟点都要 service 了，就等要去 service 的时候一次过叫他弄。很多车都是日本车，他们都是10,000就是。他15,000 service 一次。对。这辆车还有 DCC 哦，会根据你的驾驶模式啊，它会比较硬朗啊的这个悬挂啊，还是怎样啊？现在我是放 Comfort Mode， 因为我驾不惯那个 Eco Mode， 虽然它的 Eco Mode 跟 Comfort Mode 没有相差太远，比如说油门的反应啊那些，但是我现在驾得很爽是什么嘞？你看我现在飞着110哦，整个车是非常定的，所以我已经感觉到你在驾 Highway 的时候的爽了。而且它坐姿又高，我可以看得很远哈。虽然它的油门不是你驾过的 Golf GTI 啊，好像这样很冲啊，很暴力啊，有没有？当它的力水一来的时候啊，那个动力一直在上，因为它是2.0嘛，然后1.4我相信不会有这种动力。1.4的话，顶多都是0到100那边有力吧。我驾过普通的Tiguan 1.4啊，上了3号牙、4号牙的时候，那辆车尽量都是软车了啊。这辆车你上到 Sport Mode， 它就是也是另外一辆车。我现在按 Sport 一下试看。现在还有 Normal， 现在是 Sport 啊，它压箱也会放在 Sport。那个力水来了。那个力水一直来。悬挂有一点硬了啊，一点点。我们在 Highway 那边发现啊 ，Alpha 不够来，我跟你讲，除非它是3.5啊，把话说在前面。我发现到你的这个坐姿也是坐得很低一下哈，在 SUV 上面很舒服啦，这个坐姿我喜欢。对，58%油门试看。哇，58%油门，它把我的牙落到拖到这样高啊！这个就是 Sport，OK。当它加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会有一点，可能是涡轮有一点迟，会 lag 一点那个 turbo lag。或者是压箱的话，我觉得它也是有一点点，它不像那种 Golf GTI 的 tune 啊，真的是给你 performance 啊，这种是真的是拿来家用啊，很舒服的一个 DSG。虽然它换挡不会很快，你要它给力还是 OK。哇，我不知不觉已经上到多少140了哦。后面的 Amira 也是很快哦。你拐个弯它就拜拜。试看它的 4Motion 在120的时候过弯。哇哦！它追不上了。咬地还不错哦。还是会欠一点的，还是要换轮胎比较好。很好飞耶。
觉得你在 highway 的时候，如果你切换到 sport 哦，你把那个油门轻轻踩哦，它提速提得蛮快一下。对，很开心啊，就是。你是打95还是97啊？这样子？打97吃不消。通常一桶油需要大概多少钱呢？110左右了。Let's say 我们现在去怡保啦，走多远哦？一桶油？这个就是那个数据哦。哦，你已经走了510多公里，平均的时速你维持在多少？去的回都差不多，有时候会踩一些大油啦，但是基本上都是有车挡着的时候，都是跑130、140这样。那你可以去到最高的时速是多少？试过了，220多了，应该是上不去了的。你一听到它风声不是在 A 柱哦，反而是在后面来哈，那个风声，虽然不是很大啦。你看这种大corner哦，120哦，它完全不会有那种太大的车倾啊。像我们今天驾 MPV 哦，当你摆一个大弯，你感觉到哦，我的屁股好像不跟着我的头走。对。反正这辆车是我的头跟着屁股好像是一致的哦。你会不会觉得缺乏了很多那些，比如说 blind spot monitoring 啊、ACC 跟车啊这样子？之前驾日本车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讲，现在啦没有也是没关系的。其实我最需要应该是360 camera，有时候呢真的是 parking 啊，你盲点看不到。最近的马路上啊，真的多了很多那种连喉哥。多，highway 都建了一大堆哦。真的很多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这个 license 是哪里考的，还是他们，哇，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下着山的时候去突然换lane要踩 brake， 因为后面的车未必刹得住哦。当你刹得住的话，我很讨厌这条路是有很多人下山的时候很喜欢 brake， 然后插队。你觉得这辆车啊，以后你会做什么升级还是什么？我现在随意想到升级就。给它上 stage 1。这个车的刹车系统还不错哦，刚刚我刹车了一下，感觉到很够用。德系车哦，它的这个刹车系统啊，永远都是配得不错的啊，比我们的日本车啊、原装啊。来到这里就是要做0到100测试啦哈。踩完，哦，起头哦。哦，紧张哦，紧张哦。其实它的那个 Sport Mode 啊，现在做的很硬一下哈，感觉到跳一下跳一下这样哦。会比较硬哦。但是还是感觉到这辆车是重的，很稳呢，它这种高速。对。过弯。哦，现在亮灯了。哦，它没有那个 button 哈。没有。够用了，够用了。瞬间听到有 DSG 的换挡声音了，终于。哦，这样子啊。你要在4000转左右啦。啊，你就 feel 到它的快了。喂，110多过弯，有一点侧倾，但是你会感觉到它的底盘还是咬得住的。哇，它的 signal 灯真的是够亮诶，我连车前面都看到我自己诶。它的 daylight 还有它的那个 signal 灯，对，Hilux 都在我前面漂移给我看啊 ，Thank you。哦，你看我们过弯比 Hilux 强很多。这是1.4的。我们进入隧道。这个是合法的，有人做的。
真的是现在到处你都可以看到 SUV 的车。现在都是一个 trend 来的 SUV 哦。我发现这提过有一个好处嘞，它真的是够凶到哦，很多人会自动让，只要他看到我们的话。不一定的。不要讲 BMW 啦哈。还是要看。喂 ，BMW 也让哎。其实驾车的态度就有如做人了哈，人家超速是人家他妈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八卦啦。就你奉公守法，你就麻烦你靠左，你就让人家要快，人家要死啊，人家要活啊，都是人家的事，你不用去理。互相礼让也是做人道理来的。就好像今天你坐在茶室里面吃东西，然后人家在外面在等着你的座位，你就不好意思了的嘛，就是。但是有些人是还好意思给你在那边等，他甘愿了啦，隔壁那个桌子已经早就好了。有些人是这样子想的，你等我的位，你就应该等我，这样子，这种黑心肠的人。OK 啦，我们就把车停在 Petronas 这里，我们就打个油，然后我们接下来去上山了。所以我会在这边结尾，我们下个影片呢就会把这辆Tiguan Allspace给开上云顶上面去了。所以非常感谢 Edwin，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Goodbye。